索尼 Xperia Pro I 来了，你们每天都在催我们赶紧聊这台手机，但我们也得花钱买到才行啊。我们的手机都是自己花钱买，所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想说的，没有一句是厂家让我们说的。这台手机预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每天都有人催让我们赶紧聊，我就纳闷到底有多少人对这台 Xperia Pro I 感兴趣呢？如果你非常感兴趣，打1，那么非常感兴趣以下的都打2。还记得我们聊上一台索尼手机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哥们儿，由于他的消息特快，他忽悠了我，结果这回他还忽悠我。他很早就跟我说，索尼要出一个1英寸底主摄的手机。当时我说，没准索尼真干得出来啊，不就是后摄厚一点吗？高一点吗？过一段时间，索尼把这台手机的官图发布了。我一看，我说这后摄凸起的也不高啊。然后我就把图片给我哥们看，他看了以后，他也纳闷，说这，反正消息是这样的。那么后面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是吧？索尼也在官网上说的非常清楚。它用的只是1英寸面积的中心一点点，相当于1.3英寸左右，而且人家把每一颗镜头的光学参数告诉你清清楚楚，用很短的话，没有什么各种的配图啊、宣传各种技术啊，没有，非常清晰、简单明了的告诉你每一颗镜头的光学参数，这就是所谓的大厂范儿。为什么说就是它后摄凸起的很小的话，它就不是1英寸的底呢？是这么回事啊！主摄实际上是有很多层镜片的。你看它这么薄的手机，那么主摄的最后一片镜片离感光器就已经很近了。这样的话呢，那用来成像的光线就是最亮的中心部分是不支持照亮整个感光器的。那如果说它通过镜片把整个这个光给它角度掰大，是可以照亮整个感光器的，但是会导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感光器的边缘光线入射的角度太倾斜了，画质会不好，画质就没法看了。那拍出来的每张照片都不会让人满意的，所以它还是尽量要保持光线垂直入射感光器，所以就导致在这个厚度的情况下，它是不可能有效利用上1英寸这个面积的。不过这一点呢，索尼在官网上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了，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，说明人家比较实诚啊。虽然说我哥们儿忽悠我，但是索尼并不忽悠人。那么下边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，鼓励摄影环节。在这个环节中呢，我们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，都出去走走，拍摄好看的照片。刚刚的那些照片呢，都是用这台手机拍摄的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，希望大家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去外面拍好看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是刀吴，我是长长。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如果期待这期节目，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，给我们一些支持。OK， 那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正式的聊这台手机影像的环节。我们会看看这台手机每一颗镜头的光学成像素质怎么样。Xperia Pro I 这台手机后摄是3颗干活的镜头，超广角主摄跟2倍的长焦。在手机的拍摄界面中，1倍、0.7倍和2.1倍对应的就是刚才说的那3颗光学镜头。选中一颗镜头之后，比如说1倍、2倍还有0.7倍之后，你只能在这颗镜头下进行数码变焦。如果你想放得更远或者放得更大的话，你必须手动切换一下镜头，然后再进行数码变焦。这个操作逻辑就好像是一台数码相机在换镜头一样。
这台手机的主摄是可以切换光圈大小的，但是只有2档 ，F2.0 跟 F4。当你选中1倍，也就是主摄的时候，那么下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小按钮，你可以点击它切换 F2.0 还是 F4.0 的光圈。在拍摄界面的左上角点 Basic 就可以进入真正的摄影大师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有 P 档、S 档、M 档，但是虽然说主摄有了可变光圈，但是依然没有 A 档。在切换摄影模式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档位 S 档、M 档什么的，屏幕上都会简单的告诉你这个档位下它能干什么。别看屏幕上的字儿少，对于不懂的人来说，多多少少是一些提示吧。总之，这台手机在拍摄的时候，它的各种参数调节、各种档位设置都非常人性化，非常像一台相机。它可以在拍摄的时候非常便捷地调出各种参数。那么这点在实际拍摄中是非常加分的。还有一个加分的地方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在手机的下方有2个快捷按钮，它们可以在手机熄屏的情况下快速地换出摄影大师跟视频大师。这个操作跟真正的相机拿起来就拍的体验已经很接近了。这台手机的追焦能力也是很不错的，最起码厂商是这么说的。在屏幕上用手点击你要对焦的对象，这个时候移动画面，焦点就会死死地咬住这个物体。只不过现在这个功能好像没有当年Xperia One Mark 3那么强劲了，如果你晃得太快的话，有的时候会跟丢物体。当然，这个功能还可以用在拍摄人像方面，而且它可以自动识别人脸。当对方刚打完鸡血非常好动的时候，强劲的追焦可以保证你不会错过每一个他犯二的瞬间。总之，索尼 Xperia Pro I 这台手机在操作方面绝对在手机当中是无与伦比、独步武林的。那么它的成像怎么样呢？我们下面来好好看看它的表现。那咱们先聊主摄，1英寸的感光器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它的实际相场大小相当于1.3英寸左右，1200万像素，光圈是可调的，但是只有2档 F2 跟 F4。上样片拍摄的环境当时是大阴天，但是整体成像风格还是比较柔美的，这点我比较喜欢。估计你们也看到了，每张照片的下面都有注释，写着 F2.0 跟 F4.0。那么它在成像上的区别是什么呢？那么在拍摄近处景物的时候，比较直观的就能发现背景虚化程度的不同。F2.0 的背景虚化的更厉害，但有时候我并不需要这么厉害的背景虚化，这个时候可以选择 F4.0。这台手机在选择主摄的时候，默认就是 F2.0。如果你想用4.0的话，你得手动选择，在任何时候默认都是2.0。那么咱们看看2.0跟4.0的画质有什么区别。理论上4.0就是光圈越小，它的成像画质就越好。那咱们先对比2个光圈的中心画质，放大一看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区别的话，可能也是心理因素吧。实际上区别很小。那咱们再看一下边角画质，小光圈对暗角的控制，边角画质理论上也是有提升的，但是放大一看呢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那再换一组主摄不同光圈拍的对比样片，这个色彩在阴天的条件下，我依然还是很喜欢的。反正就是那种，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，就是那种柔美的感觉，反正我喜欢。依然是先对比中心画质，放大中心一看啊，我感觉怎么大光圈的 F2.0 画质好像更好一点点呢？就是好一点点，如果仔细看的话啊，我确认我没有放错图。那再看一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，放大一看，确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区别的话，可能也就是每张样片拍摄出来的细微差别吧，但是这个区别真的算是没有区别。我呢不死心，所以我又比了一组，咱们这回就比中心画质吧。放大之后一看，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？当然了 ，F2.0 在暗部细节上比4.0要好一些，但是从画质的清晰度上来说，2个光圈确实是没有什么差别。是不是因为阴天的原因？那么我们下集来一次晴天的对比吧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参数都不是很亮眼，但是人家索尼就踏踏实实告诉你所有的光学参数，这就是非常好啊。上样片颜色方面我还是那么的喜欢，而且成像风格跟主摄非常统一。放大中心跟边角，看看这颗镜头中心跟边角画质的差距。中心画质还是比较优秀的，边角画质相对来说是有所下降的，但是下降的还能接受。不过它的超广角并不是非常广，所以说它也不应该下降的非常厉害。再换一张超广角的样片，当时的天真的非常阴，而且还下着小雨。那么下期对比环节一定要拍一期晴天的，老天保佑吧。放大中心跟边角，依然中心画质我觉得没问题，边角画质有所下降。
这台手机的超广角是不能拍摄微距的，因为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有点远。那么它的微距效果只能说凑合吧，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拍。下期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对比这个环节吧。中焦镜头，索尼 Xperia Pro I 配备了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，参数呢中规中矩啊，也不是非常亮眼，但是它非常好用。中长焦镜头，我们一般不会关注它的边角画质怎么样，因为中长焦镜头边角画质下降的本来就不明显。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的对焦性能，这点在中长焦镜头上是非常重要的性能。这台手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拍照成像这块，我也是比较满意的。拍摄环境前面已经说了，大阴天还下了小雨。这颗2倍镜头拍摄的照片很少是虚的啊，几乎就没有虚的，成像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当然了，由于它是2倍镜头，比那些5倍的呀、3倍的呀，在拍摄压力上会小一些，但是使用起来就是舒服。虽然说 Pro I 这台手机没有配备更长的什么5倍的潜望镜头，在拍摄野生烤鸭之类的会比较费劲，但是每颗镜头都很好用，这点也是挺好的。长刚要录制前摄镜头的介绍，就被老师叫回了学校。所以这期也没有前摄镜头的介绍了，我仿佛听到了老师对他的责怪：你经常跟这么帅的男人在一起，你还有心思好好学习吗？你怎么能帮助其他同学一起进步呢？哎呀，这个男的真他妈太帅！长被拿走前还是抓紧时间拍了几张人像照片的，只不过这台手机是没有人像模式的，它拍摄人像的时候要用散景功能，这个功能就是模拟大光圈的背景虚化功能，在别的手机上可能叫大光圈，也可能叫背景虚化，只有这台手机叫散景。最终的拍摄效果还不错，尤其是背景虚化效果，就是人物的肤色还有整体亮度啊，有的时候暗一些，有的时候亮一些，这个时候还是稍微的是吧，差点意思。它毕竟没有专门的人像模式嘛，但是背景虚化效果已经不错了，回家调一调还是挺好的。夜景拍摄这块，首先说这台手机是没有真正的夜景模式的，它只有自动夜景，而且自动夜景是不能关闭的。哎，也是，都没有夜景模式了，还关什么自动夜景？而且虽然说这台手机是跟蔡司合作的，按说抗眩光能力还不错，但是在夜景拍摄灯光的时候，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眩光的，主摄跟超广角都有眩光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如果你用2倍镜头拍摄非常黑的地方的时候，它真的是用2倍镜头去拍摄，别的手机会切换到主摄数码变焦来拍摄，它不会啊，它比较实在。上图分别就是2倍跟主摄的自动夜景在拍摄相同场景时候的细节展现区别。但是在实际拍摄的成片效果上看，我感觉跟它的上一代手机相比，在夜景拍摄上肯定是有提升的。比如说这组照片，主摄跟超广角在亮部的压制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暗部细节也有。但是亮部的压制也是分场景的，比如说这组照片，主摄跟超广角的亮部压制做的都不是很好，尤其是超广角。但是换一组灯光更复杂、更花花的场景，反而它做的又不错了。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比较暗了，其他手机都得开夜景模式了，但是它没有啊。自动夜景在这个场景下有些吃力了，细节拍的比较少。来到更暗的祖传神树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还不错，这肯定比之前的索尼手机要强了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还是不行。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拍不出来了。视频录制这块 ，Pro I 这台手机又是电影大师又是视频大师的，操作非常便捷，而且 4K 录像的画质也不错。那么我们这里的重点要放在日常走路防抖上面。现在是主摄在阴天、小雨天时候的表现啊，画面不是很亮，但是防抖跟清晰度还是不错的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很到位，清晰度啊、防抖啊都比较不错，除了稍微暗一些。我是不是拿的有点歪呀？但是无所谓。同样都是大阴天，2倍镜头的录像表现倒是非常不错，防抖也好，亮度也好，颜色也好，清晰度也好。到了夜晚的城市道路上面，主摄的表现防抖方面是没有白天好的，主要是果冻效应能明显的看出来，还有就是稍微有点眩光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恭维了啊，细节什么的都拍不到了。女流氓小巷的场景是我们录像的最暗的场景，在这个场景下主摄的表现只能说刚能看到一些轮廓，那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就什么都拍不到了。工业设计方面，我能告诉你，我非常喜欢索尼 Xperia Pro I 这台手机，并不是因为它跟其他的手机长得不一样、与众不同我才喜欢，我就是看着它顺眼。还有正面的工业造型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上下还有大黑边，可我看着就是顺眼。哦，对了，它这个屏幕是 4K 的分辨率，不过你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。细腻度肯定有，但是颜色啊、亮度啊，只能说还行。
这台手机的屏幕是6.5寸的，所以它整个的手机体型也不是很大，拿在手里呢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这台手机的厚度还有重量我就不报参数了，总之拿在手里我都觉得非常舒适，它的质感特别好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它的工业设计。由于我们拿到这台手机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，为了赶在这周上线，我们就不多废话了。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索尼 Xperia Pro I 这台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，在宣传的时候主推的是主摄1英寸的大底和可变光圈。哦，对了，这里科普一下啊，所谓1英寸感光器的对角线并不是25.4毫米，而是大约16毫米，这是历史遗留的原因。不过这里最要命的是大约16毫米的大约二字，这导致了如今的手机感光器在尺寸方面有很多小花招可以使。什么时候能像相机感光器那样用毫米为单位来标注对角线长度时，才是手机影像规范的时候。那说回 Xperia Pro I 这台手机，虽然主摄的相场并不能完全利用1英寸的大底，但已经是索尼手机中主摄相场最大的手机了。而且这次的大感光器也带来了索尼手机里最好的夜景表现。可变光圈并没有带来画质差异啊，本以为小光圈的画质会比大的强，结果两种光圈的成像几乎一致。当然这也可以说 F2 的大光圈的时候表现已经很优秀了。超广角的表现中规中矩啊，不能说优秀，也能说是好用。2倍中焦的表现也可以这么形容，可以很放心的、很轻松的去使用。整台手机的亮点都在优秀的操作体验上。也许你会觉得摄影大师、视频大师、电影大师这3个软件才是这台手机的亮点啊，没错，是很优秀，优秀到别的手机望尘莫及。但是相比于优秀的操作体验上来说，3大师软件的亮点在它面前就不突出了。因为对于摄影来说，只有去拍才叫摄影。好的设备会让你更想去拍摄，更有拍摄的兴趣，更想用它去拍摄。OK， 到结尾了啊！关于前面这个大厂范儿的问题，我又想起一件事儿了，就是你发现所谓的大厂在影像后摄这些光学参数介绍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什么都不说，他什么都不告诉你用的是什么感，要么就是给你讲的每一颗都详详细细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点，所谓的大厂拍摄出来的照片，默认是没有水印的。好吧，这都无所谓了。OK，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